老公年薪90万，却坚持和我 AA 制。我妈生病，我找他借5万，他让我写欠条，算利息，我没借，默默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后来，他妈摔断了腿，他命令我辞职去伺候。我妈养我不容易，你作为儿媳必须去，反正你工资也没多少。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拿出那张被我撕碎的欠条。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傍晚7点，城市华灯初上，将天空染成一片诡异的橘紫色。我推着购物车，穿行在超市拥挤的人流中，身心俱疲。购物车里，有儿子点名要的进口牛奶，有我下周要用的卫生巾，还有几包打折的速冻水饺。结账时，江川熟练地掏出手机，不是为了付款，而是打开了计算器。牛奶32，爸，卫生巾19，9，零食12，5，一共65。2，你那部分是37，爸，转我。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着我的神经。我身后的阿姨投来好奇的目光，我能感觉到脸颊在发烫。5岁的儿子扬起小脸，清澈的眼睛里满是困惑。爸爸，为什么你买东西妈妈要给你钱呀？江川蹲下身，一本正经地看着儿子，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晨晨，你要记住，亲父子也要明算账，这是规矩。规矩，又是这个词。从我们结婚那天起，这个词就像一个紧箍咒，牢牢地套在我的生活里。我们家的电费、水费、燃气费，每一笔都精确到份，然后除以2。我给儿子买的衣服，他会仔细看过吊牌，然后让我把1半的钱转给他。他对外宣称年薪90万，是人人艳羡的技术总监，住着高档社区，开着体面的车。可只有我知道，这光鲜亮丽的壳子底下，是怎样一个斤斤计较、冷漠自私的灵魂。我麻木地打开手机，准备转账。荧幕亮起的一瞬间，一条微信消息弹了出来，是我弟林浩发来的。一张图片，白底黑字，刺眼得很，病危通知书。照片下面跟着一条语音。我点开，弟弟压抑着哭腔的声音传了出来：姐，妈突发脑溢血，正在抢救，医生说让我们准备5万块钱手术费，越快越好。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周遭嘈杂的人声瞬间远去，我只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撞击着耳膜。转账啊，愣着干什么？江川不耐烦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英俊却毫无温度的脸，喉咙干涩的厉害。这是我第一次想要打破他所谓的规矩。江川，我开口，声音不受控制的颤抖。我妈病危，急需5万块钱做手术。你能不能先借给我？我几乎是乞求地看着他，将所有的尊严都踩在了脚下。这是我的丈夫，是我儿子的父亲，在这样人命关天的时刻，他总该有点人情味吧。江川脸上的不耐烦收敛了，他沉默地看了我几秒，那几秒钟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心里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他转身，一言不发地朝书房走去。我以为他去拿卡了，心里一松，眼眶瞬间就红了。可他再次走出来时，手里拿的不是银行卡，而是一张洁白的 A4 纸和一支黑色的签字笔。他将纸和笔放在我面前的餐桌上，
发出啪的一声轻响，那声音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我脸上。可以，写张欠条。他的声音平铺直叙，没有一丝波澜。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利息，我也不占你便宜。我看着他冰冷的眼神，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凝固了。不是冷，是那种彻骨的寒意，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让我动弹不得。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所有的希望、祈求，甚至是愤怒，都在他拿出那张纸的瞬间被碾得粉碎。我没有再看他，默默地转身走回卧室，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我打开首饰盒，里面静静地躺着几件饰品。那枚他求婚时送的钻戒，此刻看起来无比讽刺，像一颗冰冷的玻璃。还有我妈在我出嫁时塞给我的嫁妆，一条沉甸甸的金项链。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一个丝绒小盒子上，我打开它，里面是一只样式古朴的金手镯。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是我的念想，是我最后的底线。我曾以为我永远不会动它。我颤抖着手将那只金手镯取了出来，紧紧地握在手心。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传到我的心里。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请了假。我去了市里最大的一家金店，把那只承载着我所有念想和温暖的手镯放在了冰冷的柜台上。店员称重报价，动作麻利。当那笔钱转到我手机上时，一串冰冷的数字。我攥着手机走出金店，站在喧闹的街头。阳光很好，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眼泪终于无声地滑落，我迅速擦干，把钱一分不少地打给了我弟。电话里，我弟还在哽咽，问我钱是哪里来的。我强撑着，用最轻松的语气告诉他，你姐我还有点私房钱，放心吧，我很好，你照顾好妈就行。挂掉电话，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感觉这个所谓的家比外面的寒冬还要冷。那是一个巨大的冰窟，而我已经被困在里面太久太久了。我妈的手术很成功，后续的康复费用，我用自己工作攒下的积蓄和刚发的年终奖一一付清了。从头到尾，我没有再跟江川提过一个钱字。那张 A4 纸，那张未写下一个字的欠条，就那样静静地躺在书房的桌子上，像一个沉默的墓碑，埋葬了我对这段婚姻最后的一丝幻想。江川似乎也忘了这件事，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依旧在回家后拿出计算器，我依旧麻木地转账。我们像两个精准运转的齿轮，严丝合缝地维持着这个家的 AA 制，却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直到1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刚洗完澡，准备回房睡觉，江川却叫住了我。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张列印好的档。我想了想，手写的还是不太正规，万一丢了说不清。他将那份档推到我面前，这是我找法务朋友你的，更正式一点，你签个字吧。我低下头，那是一份标准的借款合同，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还款日期，一应俱全。借款金额那一栏赫然写着5万元整，利息那一栏精确到了小数点后2位。我的目光像是被那串数字烫了一下，我忽然就笑了，毫无征兆的，笑的肩膀都在发抖，笑的眼泪都涌了出来。原来他不是忘了，他只是在等一个更万无一失的机会，来彻底地不留余地地羞辱我。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债主，而我连他的客户都算不上，因为我根本没借他的钱。江川，我止住笑，声音平静的可怕，
你爱过我吗？他英挺的眉毛紧紧地皱了起来，脸上是我最熟悉的不耐烦。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到底签不签？签。我拿起他放在一旁的笔，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似乎笃定我最终还是会妥协。我拔开笔帽，在他以为我要落笔签名的时候，手腕一转，用尽全身的力气，在那份列印精美的合同上画下了一道又一道凌乱的黑线。然后我抓起那份被我画得面目全非的合同，连同书房里那张他当初手写的 A4 纸欠条一起狠狠地撕成了碎片。刺啦，纸张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你疯了！江川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暴怒。林婉，你发什么神经？不借钱你还撕我的合同？我看着他气急败败的样子，心里竟然涌起一阵快意。我将手里的碎纸屑扬手撒向空中，它们像一群黑白色的蝴蝶，纷纷扬扬地落下，落在他错愕的脸上，落在他昂贵的西装上。这钱我没借。我冷冷地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江川，从今天起，你我之间除了儿子再无其他。他愣住了，似乎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在他眼里，我一直都是那个温顺的、顾全大局的、可以被他随意拿捏的林婉。我没有再理会他的震惊，弯下腰，将散落在地上的纸屑一片一片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我抬起手，将无名指上那枚闪亮的钻戒用力地摘了下来。那枚曾经代表着永恒承诺的戒指，此刻硌得我手指生疼。我毫不犹豫地将它也扔进了垃圾桶。金属和塑胶碰撞，发出一声沉闷的咚。你的东西还给你。我转身回房，关上门，将他所有的愤怒和错愕都隔绝在外。我靠在门板上，身体止不住地发抖。我以为这是我们关系的终点，是我们这场荒唐婚姻的结局，却没想到，这仅仅是风暴来临前片刻的宁静。在我把所有纸屑都扔进垃圾桶后，我鬼使神差的又弯腰从里面捡回了一片。那是一片不大的碎片，上面恰好有利息2个字和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数字。我将它悄悄地藏进了我的钱包夹层，就像一个士兵从战场上捡回一片弹片，用来时刻提醒自己那场战争有多么残酷。冷战毫无意外地开始了。江川撕下了最后一层伪装，连表面的客气都懒得维持。家里的水电费、燃气费、物业费账单，他不再口头通知我，而是直接列印出来，用透明胶带贴在我卧室的房门上，白纸黑字，下面是他用红笔算好的我需要承担的那一半金额，像一张张催债的告示。我没有争吵，也没有抗议。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会平静地撕下那张告示，然后一分不差地把钱转给他。同时，我开始做另一件事，我联系了我的大学室友，也是我最好的闺蜜苏晴。苏晴现在是业内有名的金牌离婚律师，精明干练，雷厉风行。电话里，我把这几年和江川的 AA 制生活，以及最近发生的这2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苏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婉婉，你受苦了。那句话让我瞬间破防，积压了多年的委屈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我躲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哭得泣不成声。哭过之后，是前所未有的清醒。苏晴冷静地帮我分析了情况，她提醒我保留好你和江川所有的 AA 制转账记录，
包括他贴在你门上的那些账单、拍照存证，这些将来都会是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我按照他说的，将每一笔转账都截了图，将每一张账单都拍了照，分门别类地存在了加密的云盘里。我像一个侦探，在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里，搜集着他死亡的证据。周末，我正陪着儿子在客厅拼乐高，江川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脸色瞬间就变了。是他的妹妹江月打来的。哥，你快来啊！妈刚才在家里拖地，不小心摔了一跤，腿好像断了，现在在中心医院呢。电话开了免提，江月尖锐的哭喊声清晰地传了过来。江川霍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临走前，他回头命令我：你赶紧请假，去医院照顾我妈。我头也没抬，继续陪儿子拼着乐高，淡淡的回了一句：公司最近专案很忙，我走不开。电话那头的江月立刻听到了，声音拔高了8度，充满了煽风点火的意味。哥，你听听，嫂子这是什么态度啊？妈平时对她那么好，现在妈出事了，她就这个样子，真是白眼狼。妈对她那么好。我心里冷笑，刘梅，我的婆婆，从我嫁进门的第一天起，就没给过我好脸色。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江川能娶你，是你的福气，你要好好伺服她，伺候我们全家。她是江川那套自私自利观念的源头，也是最坚定的拥护者。当初江川提出 AA 制，我稍有微词，他就在一旁敲边鼓：女人家不能太看重钱，不然就俗气了。江川这也是为了你们好，锻炼你独立吗？现在他摔断了腿，就需要我这个俗气的儿媳妇去伺候了。江川没有在电话里反驳他妹妹，只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砰的一声摔门而去。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当天晚上江川就给了我一个惊喜。他召集了一场家庭会议，他那刚从医院回来的父母，他妹妹江月、妹夫，全都乌泱泱地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婆婆刘梅的左腿打着厚厚的石膏，被高高地架在茶几上。她躺在沙发上，盖着一条毛毯，嘴里哼哼唧唧的唉声叹气。江川的父亲，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此刻板着脸坐在单人沙发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整个客厅乌烟瘴气。江月和她丈夫则坐在另一边，脸上是如出一辙的愤慨。这阵仗活脱脱一场3堂会审，而我就是那个即将被审判的犯人。江川清了清嗓子，当着所有人的面，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直接对我下达了命令：林婉，我已经替你跟你们公司总监打过招呼了，你明天就去办离职手续，从今天起专心在家伺候我妈。他顿了读，似乎觉得这还不够，又轻蔑地补充了一句：反正你那点工资，1个月100把块钱，还不够给护工塞牙缝的，辞了正好。我还没开口，躺在沙发上的婆婆就开始了她的表演。她一边捶着胸口，一边唉声叹气：哎呦，我这把老骨头，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容易吗我？现在老了，摔断了腿，想让儿媳妇伺候一下，都这么难喽。她的声音不大，却充满了控诉和委屈，好像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江月立刻在一旁附和，义正言辞地对我进行道德绑架。就是啊，嫂子，百善孝为先，女人家的工作再重要，能有家庭重要吗？我哥赚钱养家这么辛苦，你就不能为他分担一点吗？我看着这一家子人理所当然的嘴脸，听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无耻言论，心中那座压抑已久的火山
终于到了即将喷发的临界点，我一句话都莫说。在他们所有人的注视下，我缓缓地站起身，走到玄关处，从我的包里拿出了我的钱包，然后我回到客厅中央，慢慢地从钱包的夹层里抽出了那片被我珍藏了许久的撕碎的欠条残片。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手指间那片小小的皱巴巴的碎纸片上。江川的脸色在看清那是什么东西的瞬间猛地一变，我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到茶几前，将那片碎纸片轻轻地放在了婆婆刘梅的面前，推了过去。纸片上利息2个字和那个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数字，在客厅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讽刺。我笑了，那笑容一定很难看，带着淬了毒的冰冷。我抬起头，目光逐一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脸色已经变得煞白的江川身上。可以，我说，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死寂的湖面。伺候你妈，可以，但就像你常说的，我们是现代家庭，亲人之间也要明算账。我顿了毒，给了他们一个消化这句话的时间，然后我拿出手机，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解锁，点开了微信的收款2维码。我下午特意查过了，现在市面上最好的金牌护工，1对124小时住家服务，一天是800块。我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像一个正在做专案汇报的专业人士。我呢，比他们更专业，毕竟我是儿媳妇，自带一层感情加成，所以我的价格要稍微贵一点。我举起手机，将那个绿色的2维码对准了江川。1天1000，不贵吧？另外，这种服务都是要先付款的，所以麻烦你先付1个月的3万块，打到我账上，我明天就去辞职。我的目光直视着江川，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我们之间只认钱。江川，这话是你教我的。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沙发上，婆婆刘梅的呻吟声戛然而止，旁边的江月嘴巴张得大大的，几乎能塞进一个鸡蛋。她丈夫的表情像是现了鬼一样，而江川的脸像一个掉色盘，先是长成了猪肝色，然后由红转白，最后变成了一片铁青。林婉，你还要不要脸？一声暴喝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寂静。江川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伸手就要来抢我手里的手机。我早有防备，迅速后退一步，躲开了他的手。我依旧举着那个2维码，声音比他更加冰冷，更加尖锐。跟我谈脸。江川，在我妈躺在手术室门口等着救命钱的时候，你拿出 A4 纸逼我写带利息的5万块欠条时，你的脸又在哪里？我的声音陡然拔高，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狠狠地扎进他的心脏。然后我转过头，目光冷冷地射向沙发上已经呆若木鸡的婆婆。妈，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您也坐在旁边，您亲口说江川做得对，亲兄弟明算账，这是规矩，不能坏了。我看着他开始躲闪的眼神，步步紧逼。怎么，现在轮到我了？轮到需要我付出的时候，这个规矩您就不认了？您不会觉得是我错了吧？婆婆被我这一连串的话堵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张着嘴，像是缺氧的鱼，脸色憋得通红。最后，她捂着胸口，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仿佛下一秒就要喘不上气。江川气急败坏，
理智全无。他扬起手，一个巴掌就朝我的脸扇了过来。这一次，我没有躲，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看着那只在我的瞳孔里不断放大的手掌，清晰地说道：打，你打下去，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一并给你算进那1个月的账单里，正好，凑个整。他的手就这样僵在了半空中，距离我的脸颊只有不到5厘米。客厅里只剩下婆婆剧烈的咳嗽声和江川粗重的喘息声。我知道，这场战争我只是赢了第1局，那场所谓的家庭会议最终在婆婆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和江川无能的狂怒中不欢而散。江月扶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婆婆，临走前还不忘用怨毒的眼神剜我一眼，仿佛我是什么刨了他家祖坟的恶人。他们走后，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江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我没有再看他一眼，径直走进卧室，拿出行李箱，开始收拾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是儿子的，他的小衣服、小玩具，还有他最喜欢的奥特曼绘本。江川就堵在卧室门口，看着我一件一件地把东西装进行李箱，他眼中的怒火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慌乱。婉婉，别闹了。他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妈那边，我会再想办法。我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看着他这张我爱了整整7年的脸，只觉得无比陌生和可笑。一家人，我冷笑出声，那笑声里充满了无尽的嘲讽。江川，从你让我妈在手术室外等着，而你却在家里从容不迫地列印借款合同的那天起，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我们只是合租室友，是 AA 制的搭伙伙伴。现在，我这个伙伴不想再跟你搭伙了。儿子晨晨似乎感觉到了气氛不对，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腿，怯生生地看着门口的江川。爸爸，你不要欺负妈妈。孩子稚嫩的声音像一根针，刺破了江川最后的伪装。他试图走过来，想用儿子来挽留我。晨晨，到爸爸这里来，妈妈在跟爸爸开玩笑呢。我直接一把抱起儿子，绕开了他伸过来的手。我们没开玩笑。我抱着儿子，拉着行李箱，就要往外走。江川彻底急了，他跟在我身后，一直跟到电梯口，开始口不择言地威胁我。林婉，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你以后就别想再见到儿子。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一定很冷。我没有跟他争辩，只是当着他的面，从容地掏出手机，拨通了闺蜜苏晴的电话，并且直接按下了免提键。电话很快被接通，苏晴干练的声音传了出来：婉婉，怎么了？我平静地对着电话说：苏晴，江川不让我带儿子走，他威胁我，如果我今天离开，以后就别想见儿子。电话那头的苏晴立刻明白了情况，他没有丝毫停顿，用一种极其专业、冷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法律术语，对着手机这边，或者说对着江川，开始了一场单方面的普法教育。江川先生，你好，我是林婉的代理律师苏晴。我提醒你，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在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探视子女的权利，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另一方的探视权。其次，婚内分居期间，如果你存在暴力倾向或威胁行为，这些都会被视为对女方及子女的精神伤害。在后续的离婚诉讼中，法院在判决子女抚养权归属时，会作为对你极为不利的证据。另外，你长期对林婉实行经济控制，
要求严苛的 AA 制，甚至在他母亲重病时逼迫其写下借款合同。这些行为已经涉嫌构成经济虐待和精神虐待。我们已经保留了全部证据。如果你继续阻拦林婉带儿子离开，我们将立刻报警，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届时，在争夺抚养权上，你将处于绝对的劣势。苏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颗精准的子弹，射向江川。他站在原地，听着电话里传出的那些他听得懂又听不太懂的法律条文，脸色由青转白，再由白转为一片死灰。他大概从来没想过，那个一直被他视为温顺、可欺、毫无还手之力的我，背后竟然还藏着这样一位军师。他不敢再阻拦。我挂掉电话，抱着儿子，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电梯。电梯门缓缓合上，将他那张失魂落魄的脸彻底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我打车回了娘家，开门的是我爸，看到我拉着行李箱，抱着晨晨，一脸疲惫地站在门口，他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沉声说了一句：“回来就好。”我妈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看到我，也是一脸心疼。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家。而江川和他的家人，在发现我真的带着儿子回了娘家，并且准备得如此充分之后，彻底傻眼了。据说，婆婆的腿因为没人照顾，发炎了，不得不再次住院。家里被江川搞得乱成了一锅粥，外卖盒子堆得到处都是。她终于尝到了失去一个免费保姆的滋味。离开江川的第二天，我的手机就成了他的私人热线，电话、微信、短信，狂轰滥炸。内容从一开始的威胁、怒骂，到后来的质问，再到最后的哀求。林婉，你到底想怎么样？你非要把这个家搅散了才甘心吗？你快点带晨晨回来。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外面像什么样子？婉婉，我错了，我不该逼你辞职。你回来吧，我们好好过日子。对于这些资讯，我一概不看，一概不回，眼不见，心不烦，见硬的不行。江川开始来软的，他开始在我们的共同亲戚、朋友群里散播谣言，颠倒黑白。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深情、顾家却被妻子背叛的可怜男人，而我则成了那个在他母亲重病时不仅不闻不问，旋卷走孩子离家出走的嫌贫爱富、不孝不悌的恶毒媳妇。一些不明真相的远房亲戚开始在群里帮腔，对我指指点点。林婉怎么能这样呢？太不懂事了。就是江川多好的条件啊，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婆婆生病，做儿媳的照顾不是天经地义吗？我看着那些扎眼的文字，没有去辩解，也没有去争吵，我只是默默地打开了我的加密云盘。我将江川当初让我签的那份列印版借款合同，我撕之前特意拍了照，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连同他这几年来要求我 AA 制的各种转账记录截图、聊天记录，还有他贴在我房门上的那些催债告示照片，整理成了一个档包。然后我把这个档包直接甩进了那个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的家庭群里。我还配上了一段文字：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这是我和江川先生的部分家庭账目，给大家鉴赏一下。一个年薪90万的男人，在妻子母亲病危时，逼迫妻子写下5万元的贷息欠条，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好男人。一个要求妻子 AA 所有家庭开销，连一包卫生巾都要计较的丈夫，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好条件。至于孝道，我妈养我育我30年，我为她治病倾尽所有，他妈养她30年，他妈摔断腿，他想到的却是让我辞职去做免费保姆。孰是孰非，各位自有公断。
我这段话发出去之后，整个家庭群瞬间死一般的寂静。之前那些喋喋不休帮腔站队的亲戚全都哑火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大概是觉得脸上无光。婆婆刘梅亲自打电话给江川，勒令他来我娘家道歉，把我和孩子接回去。第二天下午，江川就提着大包小包的果篮和补品出现在了我家楼下。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脸上堆砌出一种悔恨又真诚的表情。我爸妈莫给他好脸色，直接把他堵在了门外，连一口水都莫让他喝。我从房间里走出来，隔着防盗门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道歉就不必了。我平静地开口，我们还是谈谈离婚吧。离婚2个字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所有的伪装。江川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急了，开始口不择言地打感情牌。婉婉，你别这样，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忘了吗？你忘了我们大学时？别说了。我冷冷地打断他，我嫌脏。我的话彻底激怒了他，他恼羞成怒，终于露出了他最真实、最丑陋的面目。离婚？林婉，你跟我谈离婚？他冷笑一声，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和得意。你别忘了，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首付是我爸妈付的，写的我的名字，是我的婚前财产。那辆车也在我名下。你跟我离婚，你能得到什么？带着个拖油瓶净身出户吗？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那笑容一定让他觉得毛骨悚然，是吗？我隔着冰冷的铁门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那我们法庭上线，我正式委托苏晴全权代理我的离婚事宜。苏晴的效率极高，第二天就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并递交了财产保全申请。在律所的办公室里，苏晴一边整理着我提供的那些 AA 制证据，一边皱着眉头对我说，婉婉，我觉得事情可能莫那么简单。江川对外宣称年薪90万，这个数字本身就不低了，但他对金钱的算计和控制欲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这不符合一个高收入人群的正常消费观。他停下手中的笔，抬头看着我，眼神锐利。我怀疑他所谓的年薪90万可能只是个幌子，他如此精于算计，步步为营，很有可能是在隐匿更巨大的真实收入。苏晴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我开始拼命回忆这几年生活的细节。我想起来，江川的工资卡我从来没有见过，每个月他只会固定转给我一笔所谓的家庭基金，然后还要求我转一半回去。他经常在周末或者深夜接到工作的电话，然后就会神神秘秘地去书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还想起来，有好几次我无意中听到他和他妈刘梅通电话，提到什么专案奖金、分红之类的词，但当我走近时，他又会立刻挂掉电话，或者岔开话题。最可疑的是，有一年过年，刘梅在亲戚面前炫耀，说江川孝顺，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和老姐妹去欧洲玩了半个月。当时我只觉得奇怪，以江川的吝啬，怎么可能这么大方？现在想来，那笔钱恐怕不是给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以孝敬为名行转移财产之实。我把这些疑点告诉了苏晴，苏晴的眼睛越来越亮，她一拍桌子，莫错了，她的大部分收入根本没走她自己的工资卡，她母亲的账户就是一个中转站和蓄水池。我们立刻确定了调查方向，苏晴利用她的专业管道，迅速向法院申请了调查令，要求调取江川名下所有银行卡、
证券账户以及他母亲刘梅名下所有银行卡近3年的详细流水和税务记录。江川那边显然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以为我只是虚张声势，想用离婚来吓唬他，逼他妥协。他的态度依旧强硬，通过他的律师传话，说看在多年夫妻情分和孩子的面上，他大发慈悲，同意给我10万块钱作为青春损失费，条件是我必须放弃儿子的抚养权。婆婆刘梅甚至还专门打电话过来，在电话里对我破口大骂：林婉，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女人，你还有没有良心？我们江川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了你。我告诉你，想从我们家拿走1分钱，门都没有，你这辈子就等着净身出户吧。我没有跟他争辩，默默地听完他的咒骂，然后平静地挂掉了电话，并将他拉黑。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等待调查结果上。那几天，我陪着儿子住在我爸妈家，白天我修改我的设计图，晚上我给儿子讲故事。儿子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情绪，变得格外乖巧懂事。一天晚上，我哄他睡觉，他抱着我的胳膊，小声的用一种分享秘密的语气对我说：妈妈，我昨天晚上听见爸爸给奶奶打电话了。我的心一紧，柔声问他：哦，他们说什么了？儿子努力地回忆着，奶声奶气地模仿着。爸爸说：妈，你放心，那笔钱的事，林婉她绝对不可能知道，她没那个脑子。然后奶奶就笑了，说：那就好，那就好。儿子的童言无忌，像最后一块拼图，补全了我的猜想。那笔钱，原来真的有那笔钱。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苏晴打来的电话。我接起电话，那头苏晴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和激动。婉婉，我们中大奖了。开庭那天，天气阴沉，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我和苏晴提前半小时到达了法院，江川和他的律师随后也到了。两人西装革履，脸上是志得意满的笑容，仿佛胜券在握。在走廊上擦肩而过时，江川甚至还对我露出了一个轻蔑的、带着怜悯的眼神。那眼神好像在说：看吧，这就是你跟我斗的下场。庭审开始，江川的律师率先发难。他有条不紊地向法官提交了房产首付的付款证明、车辆的所有权证明，以及江川的工资流水单。所有的证据都在力图证明，家里的主要财产都是江川的婚前财产或个人财产，与我无关。接着，他的律师开始进行陈述。他将我塑造成一个好吃懒做、对家庭毫无贡献，在婚姻中只知索取，最后还企图瓜分丈夫财产的捞女形象。他说我工作不稳定，收入微薄，对家庭的贡献微乎其微。他说我心胸狭隘，因为一点家庭琐事就离家出走，不顾病中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他说我贪得无厌，企图利用离婚来敲诈勒索。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恶意和污蔑。旁听席上，婆婆刘梅和妹妹江月不时地发出附和的抽泣声，配合得天衣无缝。江川则低着头，做出一副痛心疾首、被深深伤害的模样。我坐在被告席上，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一切。我的内心没有愤怒，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我看着他们一家人拙劣的表演，就像在看一出早已知道结局的滑稽戏。终于轮到我方陈述。苏晴站了起来，她没有急着去反驳对方律师的那些污蔑之词，她只是平静地将一沓厚厚的档递交给了法官。法官大人，这是我方通过法院调查令调取到的原告江川先生及其母亲刘梅女士
近3年来的个人银行账户流水、证券账户交易明细，以及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请您过目。江川的脸色，在听到刘梅女士4个字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皲裂。他的律师也愣了一下，显然没有料到我们会有这一手。法官拿起那份报告，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眉头越皱越紧。整个法庭安静得可怕，苏晴的声音清晰地在法庭上响起。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原告江川先生对外宣称的年薪90万，与其真实的收入情况严重不符。报告显示，江川先生的真实年收入在扣除税费后接近200万元人民币，而在过去的3年里，他通过专案奖金、股权分红、投资收益等多种名目，以孝敬、生活费等理由，累计向其母刘梅女士的个人银行账户转移了高达312万元的婚内共同财产。312万，这个数字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法庭上轰然炸响。江川的脸瞬间血色尽失，惨白如纸。他旁边的律师也彻底懵了，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旁听席上的刘梅更是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发出一声尖叫。苏晴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继续呈上我们的证据。法官大人，这里是被告林婉女士长年以来与原告江川先生 AA 制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共计173笔，总金额21万余元。这足以证明，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承担了超过1半的家庭日常开销。这是被告卖掉自己外婆遗留的嫁妆金手镯，为自己母亲支付手术费的交易记录和转账凭证。这足以证明，在家庭遇到困难时，被告是独立承担责任，而原告非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甚至还试图让被告写下代息欠条。苏晴将我那张撕碎的欠条照片投影在了法庭的大荧幕上，那张皱巴巴的碎片，那上面清晰的利息2字，像一个巨大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江川全家人的脸上。最后，苏晴走回律师席，目光如炬，声音铿锵有力地做着总结陈词。一个年收入近200万的男人，在婚姻中对妻子实行严苛到近乎羞辱的 AA 制，在妻子的母亲重病垂危，急需5万元救命钱时，他想到的不是伸出援手，而是拿出纸笔，逼迫对方写下一张带有利息的欠条。与此同时，他却在背后悄无声息地将一笔又一笔巨额的婚内共同财产偷偷转移到自己母亲的名下。请问法官大人，请问在座的各位，在这段婚姻中，到底谁在付出，谁在索取？到底谁在维系家庭，谁又在处心积虑地掏空这个家？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捞女？苏晴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江川，那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男人，彻底瘫软在了椅子上，眼神空洞，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旁听席上，他的母亲刘梅，在听到转移财产和300万这个数字被公之于众后，捂着胸口，两眼一翻，当场嗷的一声，直挺挺地晕了过去。整个法庭乱成了一团，而我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我知道，这场战争我赢了，赢得彻彻底底。判决结果很快就下来了，毫无悬念。由于江川存在恶意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重大过错行为，并且在婚姻中对我有长期的经济与精神控制，法院判决儿子晨晨的抚养权归我。江川需要从判决生效起，每月支付高达8000元的抚养费，直到儿子年满18周岁。那笔被他偷偷转移到他母亲刘梅名下的312万，
被法律明明白白地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我分得其中的60%，即187万2千元。我们婚后共同还贷的那套房子，虽然首付是他父母出的，但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及其巨大的市场增值部分，经过专业评估后，我也分得了应有的份额。那辆他一直视为自己私有财产的车，同样进行了折价分割。林总算下来，江川不仅要支付巨额的抚养费，还需要一次性支付给我近300万的财产分割款。他不仅名声扫地，在整个亲戚圈和朋友圈里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财产上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和他的母亲必须变卖名下的房产和资产，才能凑齐这笔钱支付给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苏晴请我吃饭，我们坐在一家环境优雅的西餐厅里。苏晴举起红酒杯，对我笑着说：“婉婉，敬你的心声。”我笑着和她碰杯，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那酒很纯，很烈，一直暖到我的心里。几天后，江川来找我，他没有去我父母家，而是找到了我暂时租住的公寓楼下。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他看到我，几步冲过来，然后在我错愕的目光中，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婉婉，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他抱着我的腿，痛哭流涕。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们重婚好不好？我不 AA 了，我所有的钱，我的工资卡，全都交给你管，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低头看着这个跪在我脚下的男人，看着他这张涕泗横流的脸，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连厌恶都没有，就像在看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江川，我平静地开口，声音很轻，你错的不是 AA 制，也不是转移财产，你错在从一开始你就从未把我看作是你的爱人，你的妻子，你的家人。在你的世界里，我只是一个可以帮你分摊生活成本，满足生理需求，免费生儿育女，伺候你全家的工具。当这个工具试图拥有自己的思想和尊严时，你就觉得是工具出错了。我轻轻地将自己的腿从他的禁锢中抽出。你的道歉太晚了，而且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走进公寓大门，将他的哀求和哭喊彻底地隔绝在身后。我用分到的钱，在我父母家附近买了一套属于我和儿子的小房子，不大，但很温馨。我还用剩下的钱成立了自己的室内设计工作室。阳光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暖洋洋地洒在地板上。晨晨坐在我旁边的地毯上，安安静静地画着画。他的画里有蓝天，有白云，还有一个笑着的妈妈。我坐在电脑前，看着荧幕上刚刚完成的新设计图，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微笑。手机荧幕亮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是江川的，内容依旧是那些忏悔和哀求。我随手将那个号码拉黑，删除了资讯。窗外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页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